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3月26号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将达1/3。根据官网介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自2000年创办以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成功举办22届，为推动中外发展政策交流与国际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表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中国的达沃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是自新冠疫情发生后第一次恢复线下举办，吸引了来自金融、能源、生物制药和消费品等行业的100名外国代表报名参加。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投资人雷达里奥和包括宝洁首席执行官乔恩·莫勒在内的美国企业领袖这次都专程前来北京参会。不少全球500强企业高管是疫情以来首次赴华参会。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是一次备受瞩目的企业峰会，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情况已有序恢复。苹果执行长库克在会上表示，今年是苹果公司进入中国的30周年，他很高兴回到这里。苹果与中国共同成长，我们都很享受。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说，作为中国紧密的合作伙伴和朋友，梅赛德斯奔驰致力于继续在华发展，与华共进。与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表示，疫情和中美关系承压都令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承受额外的成本，但他强调，即便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和中国公司极具韧性。美国对华出口去年创下新高。艾伦还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都来到新的重要节点。新冠危机以及新政府，我们新届政府执政后首批来访的这批美国高管，我把他们称为新的试水者。OK， 他是来看看疫情后中国的现实状况，他们也来探索这部分我们的改革举措，他们能不能更好的适应中国经济形势，包括政策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他们能不能在中国的经营取得更大的成功，其实也会给未来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来营商、扩大投资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指示性意义。与会的美国学者也对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泛化国家安全，以行政手段干扰中美经贸联系表达了担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大错特错。That I am very much opposed to the restrictions on technology, for example, or the attack on investing in China or China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se political tensions are trying to break the economic relations to decouple the U.S. economy and European economy with China. I think this is a big mistake. I don't like the U.S. policy. 萨克斯本月初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指出，美国不适应中国崛起，是目前美方错误对华政策的根源。In the last 8 years, really starting around 2015, the U.S. took many unilateral actions, imposing trade barriers, imposing technology barriers, imposing financial barriers without proper dialogue. This is raising. 25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集体会见来访的美国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他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已按下重启键，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美关系依旧春寒料峭。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需要美方相向而行，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扎根中国。美方人士表示，此次来访深刻感受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对美中关系发展的期待。欢迎美中增加面对面接触，希望进一步扩大美中航班数量，促进两国各界交流，深化两国经贸投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多位嘉宾对美联储不顾后果加息导致美欧银行业近期出现的一系列危机深感忧虑。这是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利率的快速增长。当银行购买了大量债券时，
这些债券的价值突然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许多银行持有的债券出现了重大损失。目前挤兑潮正在美国多家地区性银行蔓延。24号，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周，美国银行的存款被提取了超过1000亿美元。硅谷银行倒闭以来，美国最薄弱的数家银行被提取的存款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在一段时间内，我认为最终我们会回到稳定状态。但在美国，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与2008年一样，美国金融业危机迅速波及欧洲。百年老店瑞士信贷被瑞士央行书写之后，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股价暴跌，令市场惊出一身冷汗。欧洲媒体认为，鉴于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在欧洲主要由德国承担，因此德意志银行出现的状况并不令人意外。但如果这家银行的危机扩大，将严重打击欧洲经济。当其他这个地方都出现危机的时候，甚至不一定是投机者的，包括投资者，甚至消费者都会在这个美国之外选择新的这样一个更加安全的这样一个避风港。美欧银行业危机此起彼伏。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4号在报道中列举了谁才是可靠的避风港。报道援引花旗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会是今年相对安全的避风港。报道还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最新举措，表明中国正在全球波动中提供政策支持保证。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25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也表示，中国是国际金融安全的避风港。他指出，多年来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常态化。在支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稳住了金融体系，消除了大量的风险隐患，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也期待外商树立长远眼光，深耕中国市场。在中国投资可以放长线钓大鱼。政策稳定性、政策的这个连续性，那么就是对它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中国市场又是巨大的这个人口红利的市场，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资本必然会流向欣欣向荣的地方，那中国毫无疑问是。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为期3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这几天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向年会发去贺信。那么有哪些关键信息值得关注呢？每当领袖发声，我会习惯性的先去阅读他对当前形势的总体判断，这个判断是统领全局的，对国家开展各项具体工作具有战略指导意义。他在贺信中是这样论述的：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这个总体判断延续了党的20大报告精神。对出席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各国与会嘉宾而言，最具提示意义的恐怕是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这句话。紧接着的另一句话则将本届论坛年会的主题点破，那就是促进复苏需要共识与合作。我特别留意到，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还有一句话，他说：“中国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这句话同样来自党的20大报告，而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表述。在第20届中央政治局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2次集体学习时，同样强调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经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重聚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提振各国投资者信心，是当前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大议题，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关切。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中国角色与中国势能的积极意义。近10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了30%。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年1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总能引来高朋满座、大咖云集。我扫了一眼今年出席论坛的嘉宾名单：苹果的库克、三星的李在镕、
桥水投资的达利欧、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的杰弗里·萨克斯等等，世界500强企业的掌舵人、投资界的大鳄、经济学界的大拿齐聚北京，共测世界经济复苏路径，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若将眼下美西方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苗头已露的背景考虑在内，本届论坛的意义就更为深远了。另一方面，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周六在北京集体会见来访的美国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我们也了解到，与会的美方人士不乏老朋友、老面孔。那么这场会见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你说的很对，参加这场会见的美方代表许多都是中国的老朋友、老伙伴。秦刚外长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在美国各地考察访问，走基层、进工厂、看展会，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拥抱了不少老朋友。令我感触颇深的细节是，美国工厂的产业工人、田间地头的耕作农民，亲口向秦刚讲述中美贸易战以来他们越发艰困的生活。在一线聆听美国人民的心声，解答他们的困惑，让我们清晰地感知到中美2个大国如今越发紧张的关系与民间友好交往迫切愿望之间存在显著的落差。明明2国各领域交往深度交织，经济发展彼此需要，2国人民友好相处，可为什么目前中美关系依旧春寒料峭呢？吾辈心中亦有惑，华盛顿方面理应警醒。我留意到秦刚在欢迎词时特别谈到中国开局之年对美国工商界的3重利好，分别是习近平主席再次全票当选连任，中国大政方针保持稳定连贯，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社会已经按下重启键，正迎来强劲复苏。我相信这3重利好会让在座的这些正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的美国朋友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与中国节奏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重仓中国、扎根中国建立充足的信心。此外，我还关注到外交部副部长谢峰陪同会见，前不久他也在北京会见了美国2家大型企业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了全国两会的最新情况。我合理推测，谢峰副外长正在对美关系领域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3月25号，洪都拉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与中国台湾断绝官方关系。3月26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与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举行会谈，并代表2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目前，中国是洪都拉斯的第2大贸易伙伴。秦刚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洪关系发展，请雷纳外长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卡斯特罗总统的诚挚问候。中方欢迎卡斯特罗总统在建交后尽快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共同擘画2国关系蓝图。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洪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决断，加入世界主流，这完全符合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是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和绝大多数国家一边。中方高度赞赏洪方对中洪建交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秦刚强调，建交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洪关系一定会起好步、开好局，迎来美好的未来。雷纳首先转达卡斯特罗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卡斯特罗总统很高兴应邀访华，洪中建交开启了2国关系新时代，走出了历史性一步，将极大造福2国人民。洪方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深表钦佩，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2国关系，全速推进2国各领域合作，加强在多边领域沟通协调，实现互利共赢。洪方已撤回驻台大使，将尽快宣布废除同台一切官方协议。签署联合公报后，双方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后2国外长共同举杯庆祝这一历史时刻。洪都拉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当中，有180多个国家跟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以后，对于洪都拉斯本国来说，对于它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洪都拉斯在国际政治在地区
和国际政治当中的这个影响力会是加分的作用。外交部部长助理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推特上回应称，182 vs 13，这是全球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大势所趋。华春莹表示，洪都拉斯政府选择同世界上181个国家站在一起，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实际上，洪都拉斯这次与中国大陆建交十分迅速。3月14号，该国总统卡斯特罗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愿与中国大陆建交。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洪都拉斯的决定是对台湾的打击，也是美国通过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协助台湾避免被孤立的一次挫败。事实上，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地区国家都是美国门罗主义的受害者，被美国视为自家后院。实际上，在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去年当选后，美国就派要员前往施压，禁止他兑现与中国大陆建交的选举承诺。在本月中旬，卡斯特罗再次在推特上表示愿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想法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派出拜登总统的美洲事务特别顾问多德赴洪都拉斯施压。当时，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洪都拉斯靠近中国大陆，但很显然，美国的图谋再一次挫败了。观察指出，美国政府的施压很可能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去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出席卡斯特罗的总统就职典礼时，按照美国外交传统，这又是一次胡萝卜加大棒之旅。但令洪都拉斯舆论不满的是，当时哈里斯的代表团人虽然很多，但伴手礼却十分寒酸，只有不到200万美元。洪都拉斯离美国这么近，从来没有看到过美国怎么样在经济上来帮助洪都拉斯人民。所以说，尽管美国极力的阻止，但是洪都拉斯呢仍然坚定的选择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那实际上我相信，就是国家利益是洪都拉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近日本在冲绳县举行了一场居民避难兵推，背景设定为当台湾有事，美军介入，冲绳沦为前线战场，该地区需紧急撤走包括观光者在内的12万人。此外，日方还加紧了冲绳及其周边的军事部署。前不久，日本方面还规划预算采购最多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里所谓的敌，显然是在针对中国大陆。日方在这样一个他所谓西南诸岛这个方向，也就是包括冲绳岛、群岛啊，特别是石垣岛等等这样一些距离中国大陆和距离台湾岛都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些战略要地，去加强包括导弹部署等等这样一些军事的部署和一些应对于未来战争的这样一些准备。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所谓的兵棋推演，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去服务于这样一些现在这样一些日方在这一区域进行实战准备的一个战术的一个需要。对于日本政客以所谓地理邻近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24号与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会面时表示，维护和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两国间复杂敏感问题，希望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尤其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防止两国关系受到根本性损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和洪都拉斯宣布建交，您是如何看？海外媒体如何评说？中国和洪都拉斯建交呢，是最近几天国际关注的焦点。其中呢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呢是洪都拉斯先与台湾断交，接着呢与中国建交，背后坚持的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呢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呢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完整含义，也是顺乎大势、合乎民心之举。而是美国呢曾派总统特使多德前去洪都拉斯游说，劝阻洪都拉斯呢不要弃台投中，但是呢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可，也意味着美国霸权在逐渐的式微。即便呢是被称作美国后援的中美洲国家，也不一定听从美国的，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国际标准来进行独立自主的制定外交政策。3呢是洪都拉斯果断与中国建交，也意味着美国拉帮结派的民主阵营开始撞南墙，说明呢以意识形态划分的小圈子是虚无而且乏力的。对于中洪建交，
海外媒体呢有广泛的报道和评论。美国 CNN 说，中国建交对努力举着民主旗号、避免被孤立的台湾来说是当头一棒。中洪建交再次宣示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洪都拉斯呢承诺不再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强化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英国《卫报》说，中洪建交是在中美关系日渐紧张的时候发生的，其中呢也包括对台湾问题的不同认知。洪都拉斯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台美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挫败。法新社说，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随后即宣布与中国正式建交，这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又一次挫败。对于中洪建交，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经常做出承诺，但不一定兑现承诺。白宫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窜台时还鼓噪台湾人都要学会使用 AK-47。那您是如何来看美国政客的反应？美国呢是见不得两岸关系向好的，只要两岸交流有一点好的迹象，美国马上就会捣乱，会挑拨离间。今年以来啊，两岸交流在快速的增加。年初呢，台湾的农渔产品更加便利的输入大陆，刚刚开始的小三通呢，也在快速增进两岸人员的流通。加上台湾民众对美国的所谓西方台湾越来越怀疑，进而呢，促使台湾人调整心态，对谁才是台海和平的障碍有了更深的认识。那么从政治上讲呢，两岸的交流也都展开了。国民党副主席此前到大陆的城市走访，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将到中国大陆祭祖，率领台湾青年到大陆访学。洪都拉斯与台断交，与中国建交，这也不仅意味着美国干预失败，也向世界再次宣示了一个中国的完整内涵。这就让美国忐忑。俄总统普京宣布将按照协议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观察指出，俄方此举意在进行核平衡。美方长期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近期英国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贫铀穿甲弹，受到俄方强烈批评。此外，去年9月北溪管道爆炸之后，欧洲国家一直拒绝俄方参与调查，而今日丹麦能源局却表示邀请俄罗斯参与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调查，这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俄罗斯军人在顿涅茨克地区消灭155名以上的乌克兰士兵，摧毁3辆装甲车和1枚榴弹炮。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阿尔乔莫夫斯克金属加工厂车间。去年12月，乌总统泽连斯基参观了该车间，并为乌克兰士兵颁奖。乌方表示，俄军仍在向东部城市巴赫穆特施加压力，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英国防部则称，俄罗斯对巴赫穆特的进攻基本停滞，但乌军也在防守战中损失惨重。外界注意到，25号，俄总统普京宣布，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俄方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部署战术核武器。据悉，4月3号起，相关人员将接受训练，7月1号前将完成战术核武器的储存设施，但俄白双方都未透露具体部署日期等细节。这将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核武。Мы же ваши ближайшие союзники. Почему американцы своим союзникам делают, а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азмещают, учат,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их экипажи, их летчико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этот вид вооружения.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что мы сделаем то же самое, не нарушая свои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хочу эт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не нарушая сво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по не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ядерного. 一般而言，战术核武器的爆炸力较小，具体类型包括装在核弹头的重力炸弹，例如短程导弹、炮弹、地雷、深水炸弹和鱼雷等。例如，近期英国政府宣布向乌军提供的贫铀穿甲弹就是一种战术核武器。贫化铀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铀浓缩过程的副产品。普京曾警告，鉴于西方集体开始使用带有核成分的武器，俄罗斯将做出相应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指责英国人已经迷失方向，并警告说这些弹药是加速升级的一步。据悉，俄方已经帮助白俄罗斯重新装备了10架能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并将一定数量的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转移到白俄罗斯。普京强调，上述决定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核武器移交给白俄罗斯。美五角大楼和白宫快速回应此事称，不会因此调整美国核力量的部署，因为并未有任何情报信息表明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意图。普京总统宣称，在白俄罗斯要部署战术核弹，主要是由于美国西方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战略压力在逐渐增高，因为在对面
已经有了战术核弹的共享，而且各种常规作战能力、核作战能力都在同步升级。这个状态下，俄白联盟必须要把自己的常规联盟升级为核联盟。所以，在美国和西方的逼迫之下，俄罗斯、白俄罗斯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国土安全，也说明北约东扩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实际上，美国在多个北约盟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包括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等国都储存有美国的核武器。根据美国今年公布的核武升级计划，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弹总数约为180枚，涉及300亿美元的升级费用。白俄罗斯多年来抗议美国，宣称要将核武器部署在其邻国波兰境内。2022年，美波两国的核共享会谈更引发了白俄罗斯政府的强烈不安。今年2月，停放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一架俄军 A50U 预警机遭袭。卢卡申科称，这架飞机是他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帮助白俄罗斯防空并进行相关训练。整个战争期间，这架飞机从没飞到过乌克兰，甚至没有接近过白乌边境。白方情报显示，这一事件由乌克兰国家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策划实施。Мы готовы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о мы не хотим войны. 1996年，俄白共同体成立，并在次年签署了俄白联盟条约。2009年，俄白整合两国军事结构。俄罗斯联邦的军事理论规定，对俄白联盟国成员国的武装攻击以及所有其他涉及对俄白联盟国使用武力的行动，应被视为对俄白联盟国的侵略行为，授权莫斯科采取相应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发生爆炸后，欧洲国家一直拒绝俄方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遇袭事件的调查。但现在情况似乎发生微妙变化。在美国知名记者西摩赫什发布重磅报道，揭露美国政府就是这宗事件的幕后黑手之后，丹麦能源局近日表示，已邀请北溪俄方运营商参与打捞北溪2管道附近发现的可疑物体。丹麦能源局在新闻稿中说，这一物体为圆柱形，长度约为40厘米，直径约10厘米。这是爆炸事件发生半年以来，西方首次邀请俄罗斯加入调查相关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丹麦政府的态度积极。北溪天然气管道2线公司24号宣布接受丹麦政府的邀请。此外，俄方已呼吁由联合国调查北溪爆炸。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消息称，联合国安理会定于27号就俄方这一提案进行表决。首先是直立保不住火，赫什已经把所有的结论全部提出。细节也非常详细，美国策划了北溪爆炸案。这个状态下，如果在事实面前，其他国家进行掩饰是徒劳的。如果能够让俄罗斯加入到联合调查中，至少己方的责任会跟之前相比减轻一些。第二，这些国家不想与美国一起趟浑水。目前协助撒谎的所有欧洲国家也是美国的目标。那么这个状态下，等于在被美国戏耍。而且这个状态下会引发安全危机、能源危机、双重危机。无锡舰是解放军第4艘055型万吨远洋导弹驱逐舰。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无锡舰在黄海某海域开展连续3天复杂电磁环境下综合防空反导、对海攻击、对潜作战等海上全科目训练考核。万吨大驱无锡舰通过全部考核，形成战斗力。停靠在青岛某军港的无锡舰突然接到敌情通报，迅速截拦起航，驶向黄海某海域。春日的黄海气候复杂多变，海面上浓雾四起，阵风已达8级，复杂的气象增大了各科目考核难度。战斗警报！刚到达预定海域，无锡舰雷达站位就发现海上目标，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开火！无锡舰雷达锁定目标，主炮站位连续开火，成功摧毁海上目标。此时，无锡舰雷达又发现空中来袭目标，舰长又下达攻击命令，副炮站位迅速打击空中目标。同时，无锡舰连续发射多枚干扰弹，并快速机动规避。此次考核，我们坚持战斗力标准，以从难从严考核为重，构设实战场景，强化对抗考核，提升背靠背实战贴合度，有效检验了舰艇持续作战能力和官兵处置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无锡舰自去年3月正式入列，仅隔1年便已通过全训考核，形成战斗力。说明第一，这个舰船啊，它的建造质量很好啊，中间整个试航啊，交给部队试用没有遇到什么波折啊，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第二，就是说之前的055舰已经形成了很规范的一些教程
这些武器的使用、操舰等等，这个流程已经很规范、很成熟了。那么新舰它就会很快的形成战斗力。05型驱逐舰是中国研制建造的第一型万吨级驱逐舰。05驱逐舰先后突破了大型舰体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公开资料显示，05万吨驱逐舰全舰长约180米，舰宽为20米，满载排水量大约在12000吨左右，因而被亲切地称为万吨大驱。与世界同级驱逐舰相比，05驱逐舰处于先进水平。近年来，中国已经有6艘05驱逐舰陆续入列。05是中国海军集所有当下中国最先进技术于一身的。第一就是探测能力强，就是它集合了一个叫做多波段的雷达体制可以远程的探测到目标无论是空中还是水面目标。其二就是它的载弹量大，然后垂直发射系统的单元数量多带的弹药多。第三点就是它的扮演的角色是多样化的、多功能，它可能可以防空、可以反潜，甚至可以反导